川普说要重建美军，恢复美军的威慑力啊，因为他们也看了中共的93原理也在看啊，到底怎样啊？哇，分裂式，哇，踢正步哦，然后呢那些武器哦排出来，而且呢，我相信排给你看的是可以给你看的，很多武器还没有给你看，私下发生我干嘛给你看呢？不需要让你知道啊，哦。能够让你这个觉得我们不错就好了。真的有些武器，或者是在研发中也不会告诉你啊，但是还是从里面可以看出一点苗头了哈。美国国防部长说，希望不会变成实际的军事冲突，真的打起来得了吗？要死多少人啊？啊，那所以呢，这个但是呢，美国要加强，不能让人家这个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呢。美国要加强，而且川普现在预备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好，要花好几亿美金，因为各种人要改不是那么容易的哈，要改成战争部，就我们美军就是要战争哦。那这个，所以川普呢真的有看93阅兵呢冲击岛链体系，美国国防部长说，川普指示美军恢复对中俄的威慑力，中俄你们要跟我站在一起哦，我打破你们啊。那另外说，台湾马上要光复80周年了，说大陆可能有新的论述，到底什么新的论述不知道，看他到底会怎样啊。那另外，国民党昨天6点半在金华酒店举办一个对日抗战胜利酒会，你们有没有去？有没有去？我去忠烈祠的致祭，那昨天晚上没有去。你有去啊？去这个酒会？朱立伦前2天有跟我讲啊，说，日本的代表主动要来参加呢。果然，我昨天想说，真的会去参加吗？果然去参加了，看到没？片山合资，我觉得这个态度不错，对不对？就是那是一个历史嘛。那台湾还有人说，你这是要仇日，仇什么日？没有仇日啊。台湾现在很少人谁仇日啊，对不对？日本很好啊，去玩我也很喜欢啊，日本料理也很好吃啊，都很好啊，日本人很和善啊。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嘛，你不能说不能提到8年抗战就是仇日，哪有这种解释方法？对不对？那美国现在办那个什么，欧盟办这个法西斯80周年，对不对？对抗法西斯，那这是仇德了，也没有嘛。德国跟他们现在处的也不错啊。那我觉得日本这个片山和这个态度很好他这个一起面对过去的历史，那过去了嘛，历史就是历史嘛。但 AIT 也说不要忘了我们啊。川普说怎么没有讲到我们美国的贡献呢？我们当时还有飞虎队啊，陈纳德啊，不要忘了2战并肩中华民国空军是。我觉得美国如果不是因为美国2战也不会那么快结束，这个事实。不管欧洲战场、亚洲战场，欧洲战场美国诺曼底登陆很重要啊，第一 day 开始算，对不对？亚洲2颗原子弹，对不对？结束了嘛？否则欧战结束，亚洲战场还继续打3个月，日本还是没有投降2颗原子弹才结束。所以美国的确在2战是有很大的贡献啊，我觉得这里要承认啊。那所以川普有怪了，所以习近平都没有赞美我们美国呢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就是说川普为抗战胜利邀功，说我美国有贡献，但赖清德好像是以战败国自居，因为中战是日本讲的，不是中国讲的。中华民国讲的当然是要抗战嘛，因为日本来侵略你，当然是抵抗嘛。抗战也不是什么说什么多伟大，就是我抵抗你而已嘛。你打我，我抵抗嘛，这是一个事实的描述嘛。那日本因为他打败了，所以他中战嘛。他不能说我自己战败他说中战。那赖清德是因为台湾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嘛，所以台湾有些台湾兵还被征去南洋帮日本人打仗嘛。所以但是你中华民国到底是收复台湾啦，中华民国到底是战胜的那你似乎好像都觉得自己是战败国。我还是日本殖民地，我台湾很多子弟还是日本兵所以呢，你好像是以战败国自居，那有点奇怪嘛那所以呢，朱立伦很凶说赖清德这样是国人之耻。你做中华民国总统你在中华民国国旗下宣誓，你在中华民国宪法前宣誓，然后你现在搞了半天你是日本殖民地，你在搞什么鬼啊？这真的是国人之耻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媒体也说，那你到忠烈祠干什么？就要跑到忠烈祠，那这样你也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不对？然后呢，你也不承认抗战历史。93是因为92日本帝降书才把93列为这个军人节的。那你干嘛庆祝军人节
哦，所以媒体是这样问，我们看一下。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国民党办酒会喊中共抢话语权。The war i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iang Kai-shek, our ex-president. I think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nnot distort the history. 日本驻台代表出席与主席朱立伦寒暄，这是蓝营在大罢免后办的首场国际交流活动，不少外宾受邀参与。我们自我放弃这样的话语权，让我们国家整个的路会越走越窄。认为总统未提对于抗战多以中战来谈论这段历史，但 AIT 在社群发文提及飞虎队是由美国志愿者组成的航空队与中华民国空军并肩作战，他们的牺牲奉献让双边至今有深厚的友谊和团结。我个人觉得总统应当要回到历史的事实来去做陈述意思是对外的话语权应回归到历史来描述。那一真。中华民国抗战胜利这件事情呢，我想这个国民党记得那这个美国也记得，那日本呢，你看这个派了代表来，他们也记得，但唯一忘记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的，恐怕就是赖清德总统了。你看这个抗战变成中战，好像胜利也跟着不见了。所以我们这边要请问赖清德总统，请问一下中华民国在抗战这一场仗上，我们到底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我们是被侵略国还是侵略国？你看到赖清德总统他的晋升，他的改词，然后甚至把很多的一些话语权全部拱手让给了中国大陆，那放手呢，让这个对岸呢，好像取代了中华民国，俨然变成了他们才是所谓的抗战胜利国。现在好像全世界呢都知道说，好像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讲所谓的抗战胜利，但身为中华民国的代表，中华民国的总统呢，却只讲中战。明明抗战胜利的时候呢 ，PRC 根本就还没有成立，但看到中华民国的总统现任总统不抵抗、不发声、不纪念、不庆祝。之前呢，他还好意思在国庆演说的时候说，我们中华民国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那甚至呢，派很多的人都在骂这个什么国民党卖台啊，这个民众党卖国啊。但真正卖国的，你从抗战胜利这件事情来看呢，真正卖国的恐怕是赖清德总统吧。时代会改变，政府也会改变，但是我相信历史不会改变。这件事情连美国 AIT 都看不下去，提醒赖清德要面对历史，甚至连日本的驻台代表呢，大家都可以勇敢的面对过去，就只有赖清德总统不愿意去面对所谓的抗战胜利，不愿意去面对牺牲这么多军人、这么多的民众生命换来的纪念，更不用说之前赖清德总统还跑去庆祝参加所谓的欧战胜利，但我们自己中华民国的抗战胜利，他一声不吭。林涛，我们看一下现在整个的中国，它是上合峰会是中印俄，然后呢，这个93阅兵是中朝俄。那因为过去这个美欧对于印度的压力，迫使他往中国走。然后呢，这个朝过去其实中朝也很多角力，比如说朝他因为去参加俄乌战争，引发这个中国觉得美军的这个力度会往上，所以他有一种摩擦。可是，在整个的93阅兵跟这个上合峰会，你可以看到这4个国家组成了一个反美的合作的阵线，可是这是一个脆弱的平衡，因为随时会有风吹草动。在川普的这个变相来讲，他们也有可能会崩溃。可是目前他们看起来展现的是军容壮盛。那美国当然是这些科技的巨头，要给全球的压力，它还是一个经济为主体的一个市场。那所以回过头来，台湾经济。目前看到面对关税处理不好啊，4500家厂商没有应对，现在的台经院5、6、7月的蓝灯到达了87点多%，我们的制造业是重度的衰退，我们在经济部分完全没有主张，然后在安全的部分，赖清德政府只会讲说 GDP 从3升到3.3或未来的3.5或甚至5%，可通通在整个的史观对军人的福利通通没有买单，你自己去看。竟然还有民进党的侧翼网军说，对军人加薪，他们干嘛不去当佣兵？那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前线作战的这些国军，自愿役也好，或是这些我们讲这个义务役，他们会不会心寒？当然心寒。更心寒的是，刚才跟赵大哥报告，9月1号我去忠烈祠致祭，那看到那个灵位的那个牌，先烈先贤先烈，真的很激动。为什么300多万的军民将士在前线打战，竟然有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抗日战争胜利，我们是中战。中华民国的字典没有中战呐，
中战在日本里面是讲说我们没有战败，我们只是战争的结束。中华民国300多万居民会同意这个说法吗？难道过去打了8年的抗战，死了这么多人，你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没有看到吗？没有人可以接受了。就连现在的日本首相石破茂，都把过去的中战修正成战败，都已经变了。而昨天晚上，这个在金华酒店这个中战80，就是抗战纪念的80周年的这个纪念会上，片山代表还出席，代表日本他的态度也对于战败有所反省，有所检讨。然后你赖清德的媚日，你到底讨了谁的乖，讨了谁的便宜？日本也看你不起嘛。第二个 AIT 的乖乖上面，飞虎队是写抗日，是写抗战，也不是中战。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赖清德总统继续用这样子的一个基调走，台湾的安全也会出现很重大的危机。而且日本的这个代表来不是他一个人来，他一定有报外务省嘛，一定是当时日本政府是同意的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大罢免大失败以后呢，他们说要回防民生，所以现在发觉，哎呀，搞了半天还是民生比较重要哈。所以呢，对了青壮行政院推出3个利多啊。那另外呢，为了救房市哦，原来有一个新青安，因为银行的钱都不够了，没有水了，所以呢，新青安不算啊，所以让房贷呢能够有一点活水啊。那另外呢，这个它有3个这个利多，就其中包括婚育宅啊，婚育宅就是结婚又生小孩的宅。台北、新北、桃园、台南、高雄要释出1000户哦，然后未来几年要释出1万户。第一个呢，优先让这个婚育宅进去啊，然后呢限制12年啊，你只能住12年，好，先1000户，然后明后年呢这个1万户啊，然后补贴金额也加码，申请资格放宽啊，然后呢房客补助可以到6000最高，每年呢增加6000户。另外，补助项目也增加，租金啦等等啊，多生1胎啦，补贴0.5倍啦等等啊，所以生1胎大概有10万啊，生育补助每胎最少有10万啊，你为了10万是不是就会生啊？我问了年轻朋友们说，生孩子养孩子好贵啊，我说当然是贵的，也很辛苦，但是孩子长大也是这个和乐融融也很好啊，要想到以后啊，那要和乐融融才行啊。那你总不和乐融融，那好吧，学者说。2025今年哦，新生可能破12万新低耶，最多说一年40几万呢，40几万那个时候，23、34还是45万，现在只有12万了，那龙年都比以前少，以前龙年至少比什么虎年啊高一点呢，龙年都减少了，所以就是不生了啊。一方面是少子化，一方面它也不生啊。那房价是不是会跌了哈？那专家说已经出现3大的这个崩坏的状况。第一个呢，人口减少，所以呢这个大坪数减少哦，因为老也不希望住那么大哦，小也少了哦。另外呢，学区以前很热门，现在呢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挤破头了。第3个呢，偏乡，因为年轻人到都市里来了，所以很多年久失修的房子哦，这是3个现象啊。那青年就说啊，只给我们住12年，那约满我们就要离婚吗？那12年到了怎么办呢？哦，哎，这个哈，好吧。那另外呢，因为新青安松绑了，所以呢，民间团体担心房价会不会因此就推升了啊？那说呢，这个开了一个新青安支票，这是这个政策呢，结果呢让大家尝到苦果哈，其实都还没有完。哦，那将来怎么样？所以打房现在白忙一场啊、哦。那现在呢，这个社会成本都耗尽了，在收拾烂摊子。我们看一下，与民间合作，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加速取得社会住宅。在2026到2028，
完成的，至少可以释出1万户。内政部提出的婚育宅规划，让0到6岁家庭可以申请居住12年，预估有5.2万户受惠，而且婚育租金补贴新婚加码补助1.5倍，每生1胎再补助0.5倍，等于生越多补助越多。想要生可能1个或2个，除了住的问题之外，那婴幼的托育，然后跟后续的抽幼稚园，绝对会是加分的。毕竟现在少子化还蛮严重的。政府努力想批出生率，育婴上也有弹性化方案。育婴留停除了可申请2年，从明年起有30天能以单日来申请，且申请期间可请领80%薪资补贴。另外，每年最多7天的家庭照顾假也改以小时为单位请假，除了劳工、军公教人员也适用。不是要让劳工多放假，育儿的话，他必然会遭遇的临时的需求。有一个比较多得到支持的机会，盼鼓励国人敢婚敢生，同时工作也能兼顾。老沈，这个政府看到各种民调，哇，年轻票动摇了，会紧张了，就做一些这些所谓照顾，尤其是年轻人的民生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杯水车薪啊，做半套啊，或者是限你几年啊，几年以后这个就没有了啦。我觉得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他们晓得少子化很严重，但是少子化的效果不是明年就来了，慢慢来，这个是真的是温水煮青蛙。但是这个温水比20年前就它是比温水还热一点，但是这个青蛙是比较笨，它跳不出，它没有跳。所以大家就说等吧，等吧。你看现在最严重的人力问题是什么？是在学校跟医院了。那学校跟医院为什么最严重？因为学校跟医院是公家机关，但是它里面的制度没有根据市场法则啊。说医护人员、护士小姐就是喜欢人家外面比较高，你要比照啊，要不然人家跑掉怎么办？学校也一样啊。所以老师的薪水，有的那个兼课老师他领到的。那个薪水啊，就是付车资以后所剩无几啊，所以老师也不够啊，老师也不够。所以呢，我告诉大家，我今天要向全国居民同胞们讲啊，少子化比劳共的威胁更厉害。我要是劳共啊，我就多等5年、10年啊。你们台湾根本没有人打火，没有人捡垃圾，没有人做夜班的管理员。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人当兵，没有人当兵，还有那个沈伯洋的黑熊部队，没有小熊了，这个不是都完蛋了吗？但是你要追究问题，要找一个根源。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4小龙或者4小龙2.0的国家，都已经经过很多实验，都没有抓到根本。你晓得不晓得根本？你未来要做党主席的，你最接近未来的总统啊，这个要抓根本。你晓得什么是少子化的根本？是女人得到彻底的解放。那女人解放是什么东西？就是她可以就业，虽然没有同工同酬，拿到70%多的薪水，但是毕竟比以前多。还有什么东西很可贵呢？你只要比起阿拉伯国家那种束缚女人的自由的。或者是那个犹他，那摩门教的，把女人看得很紧的，他们现在开始解放了。什么解放？你不相信的，有手机。你看尼姑现在也有手机了，对不对？尼姑解放跟女人解放是同一个道理的。开车了，我可以开车，我有手机。你这个女人，你绑我不住了，对不对？所以经济解放，交通解放，还有什么不能解放？这个都是。但是这个你等听我讲，是你虽然是屏东来的杰出护理人员，是，但是你我也很想要知道为什么缺护理师啊。这个只是皮毛而已啊。是，你晓得什么是唯一的？你一定要抓住，就是女人因为生小孩所付出的代价，国家要100%赔她。为什么要赔她？因为她可以不生的，老娘可以不生的啦。因为我过去是没有办法，不想生也生了，有人是生10几个啊，然后死掉7、8个啊，剩下5、6个啊，对不对哈？那现在为什么这一点老娘不干了？为什么？男欢女爱的这个动作，跟生小孩的这个后果完全脱钩，你不觉得吗？你当然不觉得，你结婚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方便，现在就是，男女交往。
他的快乐，他的愉悦，我讲的很文雅，我讲愉悦啊，照样啊，跟上帝的设计没有两样啊。亚当夏娃的快乐没有改变啊，但是完全没有不要生小孩，这个要处理啊，你处理这个就好了。你看我意思不？我在那边处理了啊，所以处理你要怎么处理了？不是，你将来当男女不结婚就不能亚当夏娃的快乐，不是吗？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那你说没错，那你当主席的，你赶快说了。我跟你讲，你当了主席，你的人变成总统，你就要请我去当免费的国策顾问啊，我负责少子化这一块就好了。大家都要想你怎么解决，赶快讲。那怎么解决嘛？我刚才已经讲了，你就讲，不是，就是我来说一下，国家补助这个妇女付出的代价，不是，就是女人因为生小孩所受到的伤害，对，国家100%赔。不，而且不只是赔，是要大佬的意思。其实怎么你赔这个伤害是什么？就重点是说，小孩就是0到长大，通通国家养，不就是这样子吗？也不只是这样。那还要，我本来就是没听懂啊。我本来想聘你当国策顾问，现在不聘了。现在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所以我就没听懂嘛。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我陪我生产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做什么？现在很多人不结婚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亚洲国家，像韩国人现在娶了很多日本人。为什么呢？韩国人呢，要结婚，女方要彩礼，要车子，要房子。年轻人家里父母的家境不好，他就拿不出来。日本的女生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所以韩国女生呢，韩国男生娶日本女生比例增加很多。这个样子同样也在台湾，也在大陆。我跟你讲，这是第一个原因啊。保守的废老所看到的传统现象，这个不重要。你听我讲完。不重要。第二个房子哈，房子，你知道台湾人喜欢拥有房子。这个房子占我们个人的资产，你去上网看看，占65%，占2/3。房价会影响到我要不要结婚，我要不要生小孩。至于你去看台湾现在出生率相对比较高的是新竹科学园区啊，女生并没有出去工作的很多哦，因为先生的收入多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考量到家庭的收入，还有啊。我们台湾一天到晚去考虑、去参观什么日本啊、香港啊、新加坡的房屋政策，都想说这边学好一点，那边学好一点。难道日本人新加坡人家都很笨吗？当然要学。我告诉你，我建议要学就学全套，让人家有保障。新加坡人没有比台湾笨了，日本人也没有比台湾笨。我们的政策，刚才你看我们那些官员讲，早一点好一点，早一点。坏的地方就永远让你达成不到那个目标。我跟你讲，他讲了一大堆，就是婚生子女跟非婚生子女，国家一样看待，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你知道吗？不，我知道，我都同意，我同意，完全同意。沙巴，将来你的人当了总统以后啊，要聘国策顾问，你要聘他还是要聘我？当然聘我啊！当然我，当然是我，因为我比较理性的。你都聘。老沈，我跟你讲哈，他就是说我完全同意。你看现在我们的法律哦，我常常觉得不懂为什么。比如说现在女生因为一时找不到这个对象，不要结婚，她冻卵。那有些地方政府都补助冻卵哦，就表示冻很好嘛。等你将来遇到合适的就可以生产，但法律规定不结婚不能用。还有一句话。那你如果说是鼓励，你管他结不结婚？对啊，对不对？说不结婚，将来这个单亲小孩对孩子不好。那结婚离婚对小孩子好吗？不。所以你管他这个女生自己会决定自己要不要嘛。她现在既然已经花那么多代价去冻卵，很痛苦了，冻卵是很辛苦的，然后你还不准她用，非要结婚才用，这不是很奇怪吗？只是还有一句话。你要政党轮替，你要你的人当总统，你要骗国策顾问，你要快哦！你想我年纪比他多大，我快死了，你知道吗？你活120岁，现在医学很发达，你没有看到习近平跟普丁讲什么？要器官移植，我才不干呢！习近平说现在都可以活到150岁，普丁说器官不好可以换。我跟你讲，他是坏，这些都是坏人、坏蛋，你知道吗？人家在阅兵
啊，他是讲器官移植，阅兵就是这些人要死啊！我们要器官移植啊！你看多无聊。姚晨，阅兵不会死，打仗才会死了。休息一下再回来。